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们会一起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跟这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球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然后呢，我们今天邀请了玛雅13月亮历的小专家来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在讲玛雅13月亮历的时候，其实就讲了大概它的历史，它的使用方式，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好奇说它到底要怎么样把它运用在日常，跟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生活中因为这个工具而变得越来越顺。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安子来到节目，然后透由他的视角来分享一下他对于这个玛雅13月亮历的使用，跟他今天也会看我的印记然后去知道我这个人状态流年跟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互动跟火花。所以安子，你可以介绍你自己。耶，大家好，我是安子我是小专家不敢说大专家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IG 上面就是说有专家要来跟我们聊天嘛，然后我就说哇对自告奋勇，然后就没想到就上了对，但后来就是一上马上就又有一点俗辣，就说我其实没有到很专家就是有学过啦这样。对，但我觉得不一定要到很专家，还是可以很简单的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它，就可以帮助到生活。我自己是觉得我跟玛雅13月亮历很有缘。为什么？我不是专家，但我跟他很有缘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学起来非常非常的顺利，觉得学的过程当中是很有趣的。对，然后就是好像也比当时的同学们更快的跟印记连结。对，然后我其实以前非常非常的理性。怎么样的理性？因为我第一个学的灵性的工具是催眠。那催眠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灵性工具，能这样认同吗？因为它是看你的脑波状态。对，然后它是把你的脑波催眠到一个你就是容易接收到催眠的脑波，然后在你那个催眠的脑波里面去探索你的情绪潜意识这样。对，然后因为我以前非常的理性，可是我其实相信神明，相信天使，然后也相信吸引力法则，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实行。但催眠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科学根据的东西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人会变这样，人为什么会显化，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当时就第一个进去的学习就是这个。在学灵性的时候我也都会很讲究说我一定要知道 SOP 是什么。那你学到了什么 SOP？ 我倒是挺好奇的所以很辛苦对啊，前半生很辛苦。对，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也是学了玛雅历以后开始开启我的直觉力。因为我其实就是有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就发现我其实直觉蛮准确，然后也可以连接到一些能量跟感受。对，但是在此之前因为我脑袋世界里太讲求一定要有因为才会有所以所以那些东西就会屏蔽在我的脑袋以外。对，在学玛雅历的时候，因为玛雅历它其实不是一个硬性的说比如说你的印记是什么你就一定是这样的人，这样就是会老师教你不是说这个印记的人1 2 3 4 5 6 7这些特质。对，就它是给你关键字。对，因为就是月月有介绍这个玛雅历的13月亮历的起源，它也是由通灵人去下载那个印记的能量，然后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对，所以在学习这个的过程我就发现我好像跟印记很有连结，虽然只给我关键字，可是我很能感觉到那个印记想要传达的能量是什么。你就是用能量层去理解它。对，然后在练习解盘的时候就是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可是我可以从他的印记然后去分享这个人的能量是什么，然后他可能就会给我一些回馈，然后我会从他的回馈里再更去深入的探索这个人，就是有点像在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解盘其实有点在接讯。就是在透过可能高我嘛或是宇宙的能量去分享一些讯息给当下被解盘的人。对，然后也是透过这个工具开始真的开启我的直觉力。对。可是你很理性，你是怎么相信那个直觉是对的？花了好长的路这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吗？最有趣的就是其实我自己的玛雅印记是蓝夜，蓝色的夜晚，然后它的关键字就是直觉梦境跟丰盛。你看它的关键字里面就有直觉了。可是我当时在学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蓝夜印记，然后我还是不觉得自己是有直觉的人。对，
然后是真的在慢慢学习的过程，因为我催眠是第一个学习的，我觉得也是一连串有点宇宙命定吗？不是你自己想着要去上，而是好像宇宙推着你去上那些课。对，我第一个学的比较灵性的课是天使灵气，英国天使灵气。对，然后就开始跟天使接触，然后跟他们连接，然后后来就是开始上刚刚有跟月月分享的白光学院的课程，就是那个真的就超级魔法的了。就是他是在教你怎么去跟天使合作，然后甚至怎么跟独角兽啊龙族合作这样。然后那些课程真的是我以前的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觉得我会接触的东西。对，但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就让我去学习了。然后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是把很多你对自己本来的框架拆掉，然后拆掉了以后你才会看见哦，原来我长这样。但拆掉它也得要你认命它才拆得掉吧，因为其实很多人我遇到的包括我的身边的个案们，有些人他们真的是理性到他没有办法去真的认同自己的感觉这件事情。那你自己呢？它会呈现一个很矛盾的拉扯。对，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很像是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是黑色的，然后你因为你很习惯你的舒适圈，可是那个舒适圈其实不是你的灵魂舒适的地方。对，你就用一个你的灵魂完全不舒服的状态，其实已经长了20-30岁，甚至有人40-50岁都这样长，这样子长大，他不知道外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对，可是在跨出去的那一步其实是很辛苦跟很痛苦跟很恐惧的，我觉得恐惧很多。那让你跨出去那一步的关键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生离死别然后或者是他生命当中真的遇到了一些奇迹，然后不得不让他们承认说这些感受真的存在。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的内在其实是有渴望的，但是我的脑袋挡在前面，就是跟你，就是它就很像是那个悬崖就在那边，然后你的脑袋就说不可以啊，过去就是会死，可是你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是好想跳下去，可是脑袋就是说不可以，过去会死，不可以，过去会死，然后你就觉得那就跳看看好了吗？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说一个转捩点它比较玄妙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我好像真的开始会跟天使许愿，就开始请他帮助。对，因为其实我后来学了，就是知道其实天使跟神明他们是可以帮人类的，但是他们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对，但以前的我就是一副所有东西我都要自己扛，你们不用帮我，我自己来啊。天使当然就是好啊，就你就我就在旁边看你这样没关系啊，反正你还有很多辈子可以玩。对，但是后来就是真的开始就是拜托天使说可以给我一些帮助，可能帮助我疗愈我的心啊，或者是帮助我在我的生命中给我贵人啊，或者是可以帮助我去活出真实的我自己啊。身边就真的开始出现一些贵人，我觉得是贵人呢，就是他们会很支持你活出你本来的样子，然后也会给你很大的鼓励。就是我当时是在上课的时候很被我的老师支持，就是你感觉到那个老师会看到你看不到的自己，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小，就是在未知的世界里面的你自己，你就觉得自己就只有这样啊，可是老师看到的感觉是更巨大的你的光，然后他很支持你成为那样的自己，然后就慢慢的，虽然那个过程很辛苦，因为你就是要往悬崖跳，可是就是那个悬崖其实不是真的悬崖，但对你的脑袋来说很恐惧，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天使送来的贵人，让我可以去突破。对，这让我想到我刚接触灵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做了实验。我也是一个相信如果能量存在，它某种程度跟意义上它是可以被具象化的，所以我在刚接触灵性的时候，我非常知道那一个所谓看不见的世界的运作模式，可是我要如何让它显化在我生活中呢？我做了一个实验是，我就每天早上跟自己说我今天要看到什么。就是一个实验。对，我就是跟自己说，如果我今天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请你让我看到蝴蝶，如果是错的，请你让我看到乌龟，类似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或者是我会跟自己说，请你让我看到海豚或者是钥匙。
然后或者是什么颜色的什么，或者什么样车牌号码的组合，类似这样子，然后难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甚至是我有一次就跟自己说，好，如果宇宙你真的要我往这个方向走的话，让我看到3台红色的 Toyota 的车，还限定要 Toyota， 对，我就是要越来越细节就难度越高如果真的让我遇到，我就不得不承认，而且红色的 Toyota 真的是少到一个极致，你必须改车才有这样子的车，然后真的让我看到了，所以我的相信的过程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去跟宇宙玩游戏。我那时候也跟自己讲说，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你就让我看到，那我就相信。然后看到好多次，那我就真的相信了。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需要这样子去跟自己脑袋说放过自己的一个过程。我那个时候是那段时间会，如果比如说我有上天使课跟天使连结，或是有冥想，我就会看到海量的天使数字真的是海量，就到处都是什么888、111、222，就是随处可见这样。我想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大家都天使数字车牌了？真的是看得到才看得到。我后来发现，我在还没有认识天使数字之前，那些数字对我而言只是数字。可是我开始有意会到，同时你会养成你的敏感度，这些敏感的成分也会让你生活周遭反而你有看得见这些能量的眼睛。它也是一个校准。不是有一个游戏叫做 Color Walk 吗？就是你可以今天选一个颜色，然后你就拍照，比如说我今天选黄色，我们今天去散步，我就把我看见的黄色的东西都拍下来拍下来拍下来。可是如果平常你没有跟自己说我要看到黄色，你其实是看不见的。你就会觉得今天的世界不就这样，跟平常一样。可是当你下了一个意图，你的能量对焦之后，你反而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对，其实这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就跟魔法一样。没错。所以你之后踏入在这个过程当中，玛雅历对于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开启我跟宇宙共振能量的一个起始点吧。为什么？因为玛雅历它其实就是它每一天会有一个印记跟一个调性。对，你有分享过，就是它260天会轮回一次。没错。对，所以那个调性跟它的印记就会是当天的宇宙的能量。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学，所以很有兴趣，我就会在每一天早上在冥想的时候去跟宇宙连结，然后看看比如说今天是太阳的白巫师好了，我就会去静心，然后去感觉太阳的白巫师给我的能量是什么。对。然后这个能量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地方，或是他想要给我的一些讯息这样。然后就慢慢的开始跟自己的直觉去连结。对。然后我也觉得也是这样，让我慢慢的把我的脑袋我都叫这个运动跟这个游戏好了，叫他脑袋借过。脑袋借过。对，因为我的脑袋很喜欢出来站在前面，以前他就会说这又不是真的，然后是什么就是之类的，就他很爱在那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因为我想要训练我的直觉力，所以当脑袋要出来讲话，我就会跟他说借过，等一下没关系，借过，我先感觉我的直觉就一直跟他讲借过这样。对。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开始真的去发展我的直觉力吧。就是开始去感觉说原来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或者是原来有一个灵感跟讯息的感觉是这样。对，我觉得玛雅历是帮助我开启我的直觉的一个工具。当时那现在呢？现在就是很像是我每一天也是会持续的看那个能量是什么。然后因为其实我已经学了1年多，然后也解过蛮多盘，对那些印记其实会有自己的熟悉度。因为我觉得就虽然它是同样一个玛雅13月亮历，但不同的人解读会有不同的能量的感觉。对。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跟那个能量的相对的感觉。对。所以我自己有建立起这个熟悉度，所以我就会知道说今天是白巫师日，那我可能在白巫师日的经验里面有什么经验，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在我的生活。它很像是农民历的概念，就是今天适合做什么，然后那下一个日子适合做什么。对，这样就跟我之前讲过农民历一样。就是农民历它其实有分非常非常多的元素。我们平常看农民历不是说宜结婚宜搬家，然后宜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玛雅13月亮历其实也有一样的概念。对。OK， 可是我们不会拿出生的那一年
出生的那一天，然后去对应农民历的能量，还有吗？我们有做这种事吗？好像没有因为今天其中一个环节是顶多就是生肖吧，对，顶多就是生肖我相信可能农民历它有更多的玩法，但是玛雅13月亮历其实也可以去看这个人当天生下来的盘，然后跟对应的什么跟什么，你可以跟观众分享。因为等一下安子要解我的盘，我已经好久，我刚刚有分享，就我已经好久没有给别人解盘，跟很久没有透由别人的视角来看看我这个人，很完整性的去跟我分享我是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今年新的开始，也可以让我知道我今年一整年流年是怎么样子。那你会怎么运用这个盘？你说运用在哪边？这个人一个人身上，我就是会主要就是会先看他当天的主印记是什么。那月之前有介绍，每个人都会有5大印记，对，它叫做5大神谕。对，中间就是你的主印记，你主要的能量。然后上面的那个位置是你的引导。对，然后右边是支持，左边是挑战，下面是隐藏推动。这5个印记就可以先看出这个人大概70%的状态了吧。那因为除了印记以外，大家有自己的波符。对，波符是一个圈圈，它会在印记是正方形，对，然后波符就是会像一个圈圈在它的上面。懂，对，那个是波符，会是你的印记的那个13天的第一天。对，因为它波符是13天换一次。我自己就是如果要跟我个案解读，它就很像，我自己会说它很像星座。对，就是这13天的人都是这个星座。对，然后下一个13天又换一个。对，然后关于波符的话，它会有，因为13天，所以它每一天根据不同的调性会有一个你的人生的问题。然后那个问题的答案就会是印记。对，像如果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人生的大哉问。然后会有一个印记跟你说，这个印记就会是你这个问题的他主要会想要前进的地方。好，那我们来，你实际看我的盘，你来跟我分享刚刚的那些东西。对，像那个月月还是银河的蓝手。对，然后蓝手的人就是很会执行跟创造的人。今天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细细的讲20个印记是什么。对，他刚跟我分享说20个印记讲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真的想听吗？我觉得想听的人去上课好了，大家会睡着。对，然后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看你大致上的能量，因为玛雅13月亮历它的印记就是4个颜色，红色、白色、蓝色、黄色。红色主印记的人，因为他红白蓝黄有点起承转合的感觉。红色的人就是很会创造的，比较有冲劲的，会去把东西弄出来的头。就是它是一个启动的能量，就跟火元素很像。对，红色就是火元素的能量。然后白色的人就会能量是比较内收的，是比较内省的。会跟灵性啊跟照见自己比较有关。顶轮的颜色就是白色。对，就是其实这些都超有相关，我觉得很喜欢。对啊，数字也是。对，蓝色就是转嘛，所以蓝色跟蜕变很有关。蓝色的人很会转变东西。就是他们有把东西重生的概念。对，重生的概念。因为红色是启动，白色是我们进化内省，到蓝色就是转化。对，蓝色的人其实能量很会去转化一些事情。对，然后再来之后黄色就是收成的能量。对，所以我都会说黄色的人其实他们只要把自己做好，就是如实的成为自己，他们的印记的能量就会大放光明。那蓝色的人还好是不是？蓝色的人不能做自己，蓝色要一直给我突破。可以，蓝色做自己就是会带来很多的转变。OK，懂，就有点像是你真的成为自己的时候，你给人家的能量会是什么？像蓝色的人做自己就是转变，黄色的人做自己就是天下大平。就是他可以把他不同的那个印记的能量发挥得很好，因为黄色还有很多种，有黄星星啊、黄太阳啊，然后黄种子啊，很多种，各种。然后像我是蓝手，蓝色的手，对，然后我是蓝夜，我是蓝色的夜晚，对，然后朋友是蓝猴，对，蓝色的猴子。蓝手的人就是他很会执行跟创造，他的手通常都非常有疗愈力，给予，对，然后我小时候啊，就我妈就发现我一个神奇的技能。就是我很喜欢手作。就比如说有些听众应该第一次知道是我以前有开过甜点工作室。
就我其实在做疗愈师之前，我创业了4次，然后我其中一次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创了一个甜点工作室。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手作，然后小时候我也喜欢什么串珠珠啊，然后任何有关于手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去海边盖城堡这种，就是你真的是用双手去创造的地方特别的擅长。所以我妈那时候知道，小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就是你这个小孩手非常的灵巧，所以我也很喜欢煮饭。虽然我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最终的技能，可是它也陪过我度过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因为我会进入身心灵，就是因为我以前开甜点工作室，然后去摆摊，然后认识了妮娜然后认识了其他我启发我灵性的朋友，因为我那时候去摆一个身心灵的市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还在一个刚起步的阶段，所以就这样一连串的变到现在这个样子，很酷。很赞那还有吗？蓝手蓝手他会比较，因为他就是很会做，他很会执行，然后他很会把东西变成他想要的样子，对，所以这也很有趣，因为玛雅历他所有的都是对称的，所以蓝手的我们刚刚讲左边的挑战是红地球，对，所以红地球的挑战也会是蓝手，他们就是比较互相对的那个能量。那红地球它有一个很巨大的教导，就是地球它不会规定任何的人要长成什么样子，就很发散，很感觉型，就是事情不需要被改变。 OK， 比较很自然，对，很自然，就是像这个地球上面这棵树它就是长那样，地球会持续的给它滋养跟养分，它不会规定这个树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可是蓝手可能就会想要去控制，对，所以红地球会是蓝手的挑战，就是蓝手要去学习看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被改变，有一些东西就是如实本来的样子也很美，也很好，对，虽然不确定，但会跟完美主义又或者是我就是觉得事情可以不一样的那一种孩子般的创造力有关系吗？你这样讲，其实蓝手超级有创造力的，对，因为他就喜欢用他的手去做。就比如说你刚刚在讲树它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时候，然后我脑中有一个画面浮出来，就是为什么树上面不可以有蝴蝶结，然后就想把它画上去。对，我就觉得说它可以变得不一样啊，它可以有蝴蝶结，然后可以有绑丝带，然后还变得很可爱。我不会说你要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梅子树，可是你可以是树，但上面可以加其他东西啊，就我马上出来的画面是这样。对，所以对于蓝手他的挑战就是他可能停不下来，然后没有办法安定在一个状态之中，一直想要追求转变嘛。他很喜欢做，就是很喜欢去执行，很喜欢做很多事情。那红地球其实是一个跟地球跟整个宇宙的共识性很有连结的印记，对，所以大家可能我每次在解盘的时候，当讲到挑战的时候，那个对方就会开始冒冷汗。为什么？就会觉得哇，听到挑战就觉得好可怕，这就是我不会的呀，什么啊，好难哦，因为跟我就相反啊，跟他能量就是相反。可是其实玛雅历它会在你的5大神域里面，其实就是你的灵魂相信你自己可以完成这个挑战，就是你的灵魂最终会走到那个样子，对，你的灵魂结合，对，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平衡了，你的那个能量就会变得更扩展，对，所以当蓝手的人能够学习跟这个宇宙的共识性或是地球的能量合作，对，他其实可以把他的创造力变得更无远弗届，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他如果都只是可能在他自己的意识里面思考着说他想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怎么样，他会比较局限一点。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创造跟改变是融合了整个地球的频率跟韵律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个创造力变得更巨大。就有点像是蓝手的人，他可能会想要把 A 变成 B， 可是那个是出自于贪玩。我举例来讲，就是过度使用的话，你比较是贪玩，但是有一些蓝手真的会有一点，如果偏执一点就会变控制狂啊！就是想过度控制的话，就会跌得很难看。他会很辛苦啦，不一定会跌，但就是会辛苦，会辛苦，因为会看不下去，然后会很想一直做。
变成一种执念。我觉得发现所有的能量过度其实都真的会变成执念。但是我好像有遇过就是也是蓝手的人，然后他发现事情不能照他的发展，其实他最后就什么都不做了，放弃。对，就是会变成他的能量就是完全消弭，就停滞，然后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没有动力的蓝手。这感觉也是结合了很多不同的东西耶。OK 那还有吗？你说你的部分。对，好，然后因为那个月月刚刚一直讲贪玩嘛，对我是很贪玩很爱玩的人对，因为他的引导就是蓝猴对，然后引导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大家中间的印记的，比如说蓝色的印记，它的左边就会是红色的，然后右边是黄色，下面是白色，就这些都是相对的规律的。对，但上面那个会跟你中间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它会依据每一个印记不同的调性会是不一样的印记对，然后像月月的银河的蓝手调性是8那它的引导就是银河的蓝猴就是刚刚讲的都是那个猴子对蓝猴那这个引导的位置就是你去朝着这个能量走，就是当你人生有困难或是你有想要完成的目标，你去朝着那个引导的方向前进就会很顺利对，然后蓝猴就是一个猴子很开心很调皮然后也是很有创造力的对，因为蓝猴它这个印记跟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游戏的幻象其实也是很有连结的对，所以其实带着轻松的能量去创造你就可以创造很多东西对，而且这份轻松好像也可以把那个蓝手可能有的一些控制的感觉放掉懂所以它上面的能量是我的引导也就是说我往那个方向前进在人生路上会更顺利就是你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对你的人生就会很顺利的发展那如果我不朝那个方向前进会怎么样？就会走得比较慢吧或是会比较撞墙OK 对，可能你自己也会比较不快乐所以就像你刚刚跟我讲的如果我跟蓝猴的人多交流我就可以从他身上获得很多的启发自然而然我可以看着他是怎么走他的人生的然后向他获取一些指引对我来说会是有加分的效果OK 没错所以有点像是我可以跟我的引导印记多接触对，你可以去学习他的能量可是这样说就是有的人他其实不一定每个印记的人都很活出自己印记的能量因为我也有遇过很拘谨的蓝猴对，我也有遇过很放不开的有很多压力的蓝猴对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人的状态在微笑因为就跟我以前在帮别人解读灵魂蓝图是一样的就是我很常跟他们讲说灵魂蓝图它会是一个路径你最终一定会走到这个样子可是你会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到那个取决于你当下如何去修炼自己所以的确很多人会觉得任何一种盘面都不适合我对不适合你像比如说光是你要去解读一个人他就有100种工具人类图星座八字易经然后通灵直接下载的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怎么算命我都觉得你讲的不像我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你还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但是为何你还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因为你还没有去思考过你是谁对就像我刚学玛雅历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跟直觉有连接对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要去自我探索的一段路程所以就像你讲的如果这个人都还没有走到最高版本的自己的话他也可能没有办法给予别人指引比如说他没有活出蓝猴的样子我就算再怎么接触他都无法帮助我但如果你是一个会玛雅13月亮历的人你就会看到说他现在把自己困住了对就是用另一个视角去看看懂 OK 那我其他的那个调性还有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是好我们来讲就是左边挑战讲的上面引导讲现在讲右边的支持支持这个是黄人那黄人他是一个很做自己的印记然后支持这个地方就是当你去发展这个能量或是跟随这个能量的时候你会很充电因为它其实跟你自己很像对黄人他其实有一个人生导师的感觉然后他的人生导师的由来是他会自己去经验
就是他会自己经验很多东西，然后刚会说他做自己，就是因为他也有一点固执，就是他会很多事情他不会只听别人说，他会自己去经验，然后自己实地的去体验过，然后把这些体验变成一个人生智慧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就是你想做的事情。的确是耶。因为呢就前阵子我也有收到一个私讯，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有些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经历一遍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亲身体会。举例来说，生老病死，就是当我们看见可能身边的人他是透过长期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而导致现在的身体慢性发炎，又导致死亡。那身为旁人的我们就会汲取这个教训啊，原来这样子做不对，会引起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会铭记在心。但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人类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生物，就有些人他的确是需要透过我真的把自己身体搞烂一次，然后我真的痛在身上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好，那这个东西我不要。所以它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很多我们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没有啊，我就是要自己经历一遍啊，我就是要自己走过一遍，痛过一遍，我才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避免下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因为就跟很多人都说不要生小孩，可是你没有生过孩子，其实你不知道孩子对你而言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只能想象。可是那个想象力量跟具象化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力道的。我就属于那种我没办法活在我的想象里，我必须得要亲身去体验，我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对，因为你是蓝手，然后又是支持又是黄人对，所以就会是真的想要分享的东西吧，因为那是你体验过的，你自己咀嚼过跟自己感受过的那一些智慧是你自己的，然后你把它分享出来，就不太会是你听别人讲。就你听别人讲之外，你也会很想要自己去体验。真的，因为像我这阵子就爱上爬山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真的有些风景，你看照片跟实际看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然后那种不一样，就觉得说我好感谢我身在其中，我好感谢我是用我的肉身去共振当下这一个环境的能量场，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感动，然后那份感动又会给我好多的回馈跟力量。我就是属于这种人。可是有人的蓝手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嘛？应该很少因为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所有各种蓝手的印记，就不管你是哪一种调性的蓝手，它的支持都会是黄人。所以有蓝手就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组合我还是需要透过亲身经验去创造，我才会获得力量跟支持。那就是它能量启动的模式。原来如此。所以有没有遇过蓝手然后很懒的？有啊，就是还没有活出印记的时候。对，你可能就会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没有动力。对，因为像我也有遇过，就是蓝猴，我们刚不讲很开心的那个印记嘛，可是蛮多蓝猴，因为这蛮有趣，蓝猴的挑战是红龙，就是20个印记的第一个，然后它其实跟传统还有家庭很相关，对，但我觉得这好像也都是灵魂自己选好的剧本，对，就是那时候跟这些蓝猴聊天，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原因都是因为家人，他们小时候，我这时候就会问他说，那你小时候的你是怎样的你？然后就会想说，小时候的我其实很自由跟很随性，可是可能长大了，那些挑战开始压在他的身上，他开始有了一些家族的限制，他可能觉得他要做什么样子才是爸爸妈妈理想的样子，所以本来的那个很淘气的他就没了。这个可能我在帮别人去看他的生命蓝图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特性的人，可是我觉得不一定知道。他有一点像是比如说当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我必须得要获得他们的认可跟证明自己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去压抑他其实喜欢的样子。其实我们人都很聪明，就比如说小时候可能我对于打游戏就是有强烈的兴趣，然后可是对于世俗的眼光来看，打游戏它会是一个比较好像没有产出没有意义，然后又不会带给你实际未来发展可能性的一个浪费时间跟金钱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呢很有趣，
很会打游戏的人，他的思维模式其实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小时候我哥他很喜欢打 LOL， 你知道打 LOL 是一个脑力游戏耶，就是 LOL 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有策略能力，然后你必须要有合作能力，然后还要眼观八方，没错要看现在敌人在，要看小地图，没错而且你还要反应力非常好，你还要很。他是打什么角色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以前是有玩传说对决了真的就小型的 LOL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一个会打游戏的人，他在培养的技能是超越我们想象跟认知的。可是如果我们把专注力放在打游戏就是没有未来发展可能性，他就会自动忽略到说，原来他其实在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创造了多少技能在自己身上。所以很多人他有点像是他从来没有深化他在做的事情，所以导致别人在说你不好的时候，他无法拿出自己的东西去跟别人说其实你说的是错的哟。对，所以有点像是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棒，比较像是这个社会引导他去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自然而然他就真的会自我认同说，那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对我未来是没有发展的，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自己。可是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跟喜欢什么，但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对，后来我反而就像你刚刚的那个问题，比如说你小时候，你觉得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的样子的确是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去看见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跟听众分享说，你们不妨真的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看看你小时候的日常在干嘛，然后用不批判的眼光去看见这个孩子在这个日常当中正在创造什么样子的技能，然后氛围感，然后还有你帮助了自己什么，你会发现其实你比你想象中更厉害。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去开启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通道，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吗？我的那个那我们讲完上下上左右，现在讲下面是隐藏推动。它很像是另一个面向的你。上面4个印记的调性会是一样的，就是你的都是银河星系的，就是8的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下面的隐藏推动会根据你的调性是相对的，然后你的是韵律的，就是6韵律的白巫师。对，所以其实白巫师这个印记它就像巫师一样，它有很多的想法，甚至可能会接讯会连结。那它跟蓝手互相推动的就是白巫师这些连结的能量可以透过蓝手去实际的创造出来。对，那这样也代表蓝手的人也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通灵能力。就是我都会说有这个印记的你可以多做冥想，会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有这样的印记，可是他还没有启动他的能量，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冥想，冥想那么无聊，冥想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对，为什么要坐在那边？为什么不去睡觉？对，但我就会很建议他们可以多冥想，因为那个可以让他们更专注在他想要用他的双手去创造什么。就有点像是，因为冥想它的本质是帮助我们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个声音是最高版本的自己的状态，或是先整理。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些从来没有冥想过的人来说，冥想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杂念出现，就是最常就是有人会跟我说，可是我冥想每次都会想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没有冥想了。那个过程也很棒。对，就是去看见哇，原来你有这么多杂念。对，就是慢慢的先清理，然后最后你的那个刚刚讲的最高版本的那个念头，它可能才会慢慢的浮水上然后跟着那个最高版本的念头走，其实就会很舒服。就很顺利。对对，懂。然后因为你的那个调性是6，所以它是韵律，它其实也代表着你蛮容易被身边的人或者是能量影响。就是因为每一个调性它会有一个力量动物。对，像你的那个上面那个银河星系8，它是老鹰。等一下，这个好耳熟，因为我记得我的什么也是老鹰。对啊，你可能就是在说这个力量动物是老鹰，玛雅历的力量动物是老鹰。好像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想象我以前的事情，就是
我以前是一个国际组织分会的会长，然后我们在总共有16个分会在整个台湾，然后不同的分会它都有不同的灵性代表。然后你是老鹰吗？对，然后我那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分会就叫老鹰分会，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传承老鹰的智慧给就是世世代代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喜欢老鹰的这一个标志物，因为老鹰它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攻击性很强，它又是鸟中之王嘛，它非常的大只，然后它又会在高空盘旋，对，没错没错。所以它那个时候就给了我，那一年我在成为会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有这个信念，它的能量感一直出现在我的执行那一整年的事情当中，所以就觉得自己跟老鹰很有缘分。然后我就觉得哇，冥冥之中连玛雅历的那个力量动物都是老鹰。对呀对呀，好棒哦。对，那还有啊？然后刚刚讲的那个隐藏推动是韵律的话，它的力量动物就是蜥蜴。对，所以蜥蜴它是一个会根据身边不同的温度去改变自己体温的动物。对，所以也代表着韵律的人他其实会受到身边的人影响，所以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合作或是互动会对你带来蛮大的影响。我把它称之为我很容易心软。那也要代表对方很容易去情勒你，你才需要心软。真的耶，有时候对方不情勒我就心软嘞。白巫师其实也会这样，就是白巫师的人通常都人很好，然后比较没有界限。都完蛋了，人太好了。所以白巫师的人也要学习界限。真的真的，因为我这一年当中其实一直我最有印象我在经历的考验就是界限的考验，直到这阵子我自己都还在去感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课题有多深。然后包括我在看我今年的流年的时候也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有关于界限真的会是我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列得更明确。因为我以前是毫无界限的人，那种毫无界限就像你讲的，什么样的人进来我的生活中我其实都不太会拒绝，然后我都会改变我的频率去包容跟配合他们。那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会装啊，对，你自己的能量也会觉得很容易被影响吧？会啊，因为我上升天秤就很想要和谐，所以就算我不舒服我都会想要承担。那你就会很辛苦。没错，所以就会很辛苦，而且是不自知的辛苦。就我知道哪里怪怪的，为什么哪里好像有很多阻碍，可是我都会觉得没关系，这些阻碍一定是我要去调整的地方，然后又不断的去调整跟检讨自己。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配合别人改变我自己，但我没有意会到说其实需要我配合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失衡的关系。因为我指的是单方面配合啦，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说算了，你不用改变，我改变就好，所以导致我变得非常负责任跟非常的独立。可是那个过度负责任跟独立其实是一点一滴在吞噬我的，然后那个吞噬就让我开始意会到我的能量被消耗，然后那份消耗也让我身体也开始有一些状况等等，比如说我小腹就变得很大，然后肠胃变得很不好，然后我都一直觉得说好，一定还是我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想到有界限的状态其实是你要去筛选，而不是在一个都包容什么东西都接纳，然后调整自己的频率。有些时候就是你要拒绝一些东西，这是我今年在学的，在一步一步进步当中，不管是从关系里还是就是各种关系里面都在学习啦。那你觉得在学这些的过程有遇到什么阻碍吗？因为可能像我之前的状态，就是我说我明明知道这样对我是我的心是好的，可是我就是对我来说那件事情就很像跳楼的那样。那对你来说可能拒绝别人很困难。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舍不得看到他受苦。这个是最难的。怎么了？因为你的波符是黄太阳。黄太阳就是一个像太阳一样，它会燃烧自己奉献给大家的那一种。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真的会舍不得看到别人受苦，所以我从13岁开始我就做志工。就是因为我超级黄太阳的。对，
因为黄太阳的爱它甚至是无远弗届的爱，真的就是他是想要照亮整个世界，就是每一个角落都给我亮。真的，从国一开始，我就会用我的各种寒假、暑假去做任何我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做不同单位跟组织的志工，一路做到20几岁，我都还在做。是到后面我才开始能力越大的时候，我变成我要举办很多的活动来帮助别人，我要做很多的事情来启发别人。对，没错。然后我要有更大的承载能力，所以回过头来我发现我一直以来真的都在无私的给予跟奉献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我一定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但是就是在给予的过程你会觉得很开心，你有收到一些能量回馈，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随着年纪跟经历的事情变得更多的时候，那些回馈好像你的标准会不同，比如说可能我不需要钱上面的回馈，可是你真的来到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如果你的帮助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质平衡，其实我也会觉得这个付出是不舒服的，很消耗。对，就会然后那个消耗感就慢慢回来了。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我能给予的能量越多的时候，可是如果我的标准还放在你给我一句谢谢就好，那对我来讲就是消耗的东西了。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说我到底付出了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回应呢？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才慢慢开始有了界限的答案。我才开始知道原来我要的界限是什么。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你现在就是可以比较自在的去拒绝，不再会就是自己想办法调整。我觉得是因为我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哦。你看我以前很喜欢做志工，就虽然我知道我有给予的能力，可是我在给予的同时，我不见得是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这是完全两件事情。因为所以别人可能跟你说谢谢，或是觉得你很棒，你就会觉得很满足。对，我没有用价值感来看过我自己。我只是觉得说我力所能及的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多厉害。然后当我真的发现到其实我是很厉害的，这些东西是很特别的，对，这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东西是我过去的生命经验雕塑成为我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能给予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所以我开始用珍惜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才会开始知道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给予的每个眼神，我付出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价值它是很虚嘛，所以我开始看见自己价值，是我开始为我的价值定价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一场咨询1个小时是多少钱，然后我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我才开始发现到说，对啊，我所给予的每一件东西它都好宝贵，那既然这种宝贵，为什么我要随便给？然后这个界限感出来，我才懂得说不。就比如说其实钻石成本很低，大家知道这件事吗？比如挖出来的成本还跟水晶一模一样，打一打把它磨亮的。对，钻石是可是钻石不是因为它很硬所以它很难切割成那个样子吗？其实真的还好真的还好。你知道钻石会变贵是因为产矿区的原因吗？反正矿区，因为钻石它本质其实是跟水晶一样的概念，它就是个石头，可是当初发现到钻石的商人，他把主要会产出钻石的矿区全部买下来，所以导致它变稀有珍宝。太厉害了吧？所以没有其他市场的人跟他瓜分所以他可以自己定价。所以自己定价这个概念就很吊诡。你只要认同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就会有人为这个状态买单。就跟钻石一样。所以这跟自我认同一样。后来才发现到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随便的石头，我不能把自己看作是钻石呢？问号。好，那我自己就会问我自己说，那钻石它为什么稀有？是因为它的光泽度、它的硬度、它的等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所以你是可以赋予这个东西价值的。所以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经历了什么，我拥有什么样子的特质，独一无二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开始赋予给我自己价值之后，我才发现说，那如果我是一颗钻石，我为什么要随便给人？
所以开始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就会有不随便给予的意识出现了。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所以我现在也会，我愿意帮忙，可是我不会随便帮忙，或者是无意识的帮忙。但我以前不知道自己价值的时候就是这样无意识的。我觉得这个就很是黄太阳有把它转变成他自己的能量的一个转变。对，因为黄太阳他其实刚刚有讲他很喜欢奉献，然后过度奉献会失衡，这个太阳可能就会燃烧殆尽。对，但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跟这些印记的本尊学习，因为像黄太阳就是太阳嘛。对，那太阳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东升西落。他今天不会因为有一个人很喜欢晒太阳，他就去狂晒它。他也不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超级不喜欢晒太阳就躲起来。对，所以我都会跟那些黄太阳印记的人说，你们就要像太阳一样，就是做你自己就好。然后照着你自己的世界去运转。那喜欢你的人自然会靠近你，不喜欢你的人就离你远一点。对，然后这样黄太阳他就可以最大的去放大他的光芒跟本质，同时又不消耗。对，这就是黄太阳的智慧。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转变就是有在把这个智慧活出来。真的有因为也吃了很多苦啊就是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是你可以在就是很年轻的年岁里面理解这一些，就觉得已经就是很飞速。我觉得是因为当然我觉得我经历的事情也很密集。你知道我前天不是过生日嘛？我在合欢山上这边过生日嘛，然后我一群朋友他们就陪着我，然后我就在那一刻我就突然就是把我在从24岁到25岁这一年每个月在做的事情，我经历了什么样的突破，一个一个讲出来。我想说我1月做了什么，2月做了什么，3月做了什么，然后我全部讲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妈呀，我的人生真精彩我每个月都有挑战，每个月都有收获，每个月都有成长，每个月都有里程碑。你感觉很像就是人家的1年你当了5-6年在活。对，没错没错但当然我知道那也是我灵魂想要的样子，所以我的灵魂其实也很沉浸在这个浓缩的生命体验里面。也还好我的耐受度挺高的，我也觉得我高龄其实一直都有在考验我，你知道吗？就小时候先给你一点就是等级，先给你调到6，发现6还行下次再给你调到8不能一次调20，可能会挂掉对，然后他在今年就给我调到就是上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想好，然后我跟你分享我早上去拜城隍庙，反正就是那一间城隍庙的城隍夫人是我的其中一个主神，所以我从小到大有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跟城隍夫人聊聊天说说话。然后我今天也有跟城隍夫人求了一个签，然后那个签师呢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他就在讲一个东西叫做苦尽甘来他就说在过去这一年你已经发生太多事情了，而接下来是你收获的时候，所以再给自己一点耐心跟时间，你这个小蛇最终会变成大龙。然后我心里会想说你也知道你也知道我在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那个苦尽甘来的状态慢慢有再回来了。我虽然发生了很多，但我依然相信这些发生的结果都不是为了让我受苦，它是为了让我明白。那明白过后，我又可以用我的能量去做好多的创造。透过这些考验，你的载体会变大，那你的载体变大的时候，你的量也会变大。我就很享受那个过程，我就会觉得好啊，我量会变大，我能做的事情又更多，那也是挺好的。我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就这样刚好可以讲到你的流年。对，因为玛雅历的个人流年会是从你今年的生日的那个印记，它就是你那一年流年的印记，然后它会持续到你明年生日的前一天。对，所以你的流年就会是今年2026年2月19号到2027年的2月18号。对，然后是共振的黄人。对，然后共振是7，它是13个调性的正中央。对，所以它是很可以去连接跟放大的一个位置。对，然后黄人我们刚刚讲黄色，因为流年你的个人流年也会是红白蓝黄红白蓝黄在轮回的规律，所以你走到黄色了，是刚刚讲什么收成的能量。哇好棒
所以我去年就是蓝色，对，所以去年就真的在转化，真的因为我跟大家分享，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真的是金钱上在去年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我的收入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到极度的稳定，到可以成立一间公司，养起一个团队，我在短时间之内有这样突破性的成长，对我来说也是信念一直在去打破。因为比如说你手边的资源10万块跟100万能做的事情是不同的，所以我在短时间之内去适应我要如何从10万块的思维变100万的思维去做事情，这个是第一个在经济上的。然后人际关系上也是，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跟12个伙伴合作，就在同时间跟12个伙伴结束所有的合作，大家聚在一起，后来又发现这些聚在一起我必须得承认这是不适合的合作，然后所以又一直在瓦解我自己的个人信念，然后到我现在一个人经营淼淼的学院。然后到感情上，你知道我在去年结束了2段感情，第一段感情是其实早就已经不适合了，可是我为了要一直委屈自己改变自己，然后说服自己说这是适合的。然后第2段感情是我知道它是带给我极大对于界限之间的跟无条件爱自己的考验，然后我甚至就是又是用很极端的方式去结束这2段感情，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你一直在思考爱到底至于自己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至于我妈妈也是，就是我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开始想要让我妈妈做她自己，跟我妈妈做大量和解跟磨合的过程。健康上也是一直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我在去年也卧病在床2周过，因为我的脐轮的能量一直在做很大的重整跟修复，然后那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不得不去停下来看见我的阴性力量一直被压抑着，我那时候就一直在休养我的腹部等等的，这些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去转变了好多东西。然后你看我又成立了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又关掉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再成立一个 Podcast 节目，那个转变真的是我在浓缩别人10年的东西气死了。所以现在是收获真的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其实也看得出来，因为你本来就是蓝色的蓝手，对，所以对于转变这件事情你其实是可以适应的，就是所以你才会在短时间内做那么多转变。对，因为一般人其实没有办法说放手就放手，说改变就改变，然后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很开心我天赋是长这样我天赋也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也正是因为我天赋是这样，所以他才会知道我承受得住。对，就是你会顺着你的能量去发展你的人生的模样。那也是很合理的。对，所以回到你今年的流年是共振的黄人，就是刚有讲那个黄人，所以你就是你在今年是很适合去透过你的可能就真的像你讲是去年的人生经验，或者是更久之前你这样走过来的人生经验，然后你去把这些东西分享成你的智慧去发展给大家，或者是你今年也会很适合去学习别人的人生经验开始跟别人合作，比较像这样。因为黄人他终究是比较自我的，所以他其实他的挑战是白风，对，是一个嘴巴的印记，对，所以黄人会在交流上面会比较需要去注意，就是沟通上面他会比较自我一点，不要说错话，也不能说不要说错话，还是要去愿意沟通，放下固执。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合作的话也会是很适合，因为你的那个调性走到共振，它的那个力量动物是猴子，猴子又出现了，猴子就是一个很群体的生物，对，所以你也很可以去在今年连接人的能量，然后去发展你的感觉，你的学院就是在分享你自己的人生智慧。对，没错，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今年会很适合。我今年也打算的确在学院上面要做很大的重整，因为其实我的从不同的星盘来看，我的生命灵数其实也走到了4。你的生命灵数是什么？生命灵数的你是几号人？156。你是6号人。我是1号人。你是1号人那好像也是也是。所以我在今年的流年又走到
生命灵数的4也代表着我要把很多东西都对整合，然后打一个很深的基础，而这个基础也会为下一个阶段做开拓。所以你看我今年是黄色嘛，明年就是红色，对不对？明年就启动，对，没错。所以这个落地的整合会带给明年很大的启动。所以今年就是一个我自己理解是大量的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在不同的合作当中扎根，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自己的模式，我就可以透由这个模式去发展我接下来想要发展可能2倍3倍规模的东西。所以在今年我做到多少的程度，它都会翻倍的在后续的几年当中有一个很棒的成果。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有一个想问的，就是你自己有看过你的灵魂蓝图吗？看过啊，看过。那你的那个灵魂蓝图的那个终点是什么？你想听吗？我想听很好玩哦，很好奇啊。刚突然很好奇，因为想说你现在就是20几岁，然后就是已经在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是这样，那个终点会是长什么样子？我的终点就是要开哈利波特魔法学院了。就是要这种规模程度的，而且我要教水晶世代的小孩。就是现在我的状态是在教可能20-30岁、30-40岁的灵魂们，但是我之后其实反而会去教那一些刚出生的宝宝。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学，我们就会去找不同的大学、高中、国中、国小，对不对？可是我会想要开一个被认可的魔法学校，然后这个魔法学校是你进来就是要学不同的身心灵工具，因为未来的小孩他们其实是不需要这些教育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下载这些知识，就像是我在做的事情。你知道亚特兰提斯吗？我知道，就是那个他们里面的小朋友就是透有水晶头骨在下载学习资讯。没错没错。所以未来的世代是你其实不需要这么用力人类发展的过程，可是他还不会那么快的被这个世代接受，所以我会是打造这条路的那一个人。等到我生小孩之后啦，然后我就会开始慢慢把重心移到这些刚出生的孩子们，然后建立一个适合他们学习的魔法学校，然后让他们来这里上学。这个是我之后会做的事情，所以我很期待。我也很期待之后会做什么事情。而且我很喜欢小孩，我现在都会跟身边的人分享我对于想生小孩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未来会有一波很期待被出生的孩子出生，然后反正我身边的人不生，我就把他们生出来。你要生几个？对，我能生几个就生几个。而且我不在乎爸爸哦。不同爸爸也可以。不爸爸可以啊，乱讲话。或者是也不排斥领养各种，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孩子王妈妈。对，就是你知道那个你的挑战是红地球嘛？如果你就是把你的能量活得很完整的话，你也会连你的挑战的能量都活起来。那红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大地母亲的印记，因为它就是代表着阴性能量跟滋养。对对。然后它就是让人们让这一些树跟万物在它的身上生长。其实就超级你刚刚在讲，你就是在滋养这个地球未来的下一代。对呀，不觉得超棒的吗？所以慢慢来，我知道我还在累积自己的状态，所以要让这件事情一步一步发生，它真的需要大量的一步一步的计划去走。所以就来看看，就在期待看看之后会怎么样。开心哦。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就未来非常的有一片光明。对啊，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我的目前就是我的灵魂使命也会是跟魔法的学校有相关。对，然后我现阶段感觉是我很想要把刚刚我讲到的那个亚特兰提斯，对，就它有一个黄金亚特兰提斯时期是很美好的世界，学习跟工作在他们的生命里可能只占了20%。就他们很多时间都在唱歌，在玩乐，在聚会。对，然后是很开心很合一的能量。对，然后我有感觉到我的使命是目前是要把这样子的能量带到这个世界上。对，就是要把它创造出来。对，所以这需要大家的就是多方的帮助啊。我心里都会跟自己这样说，我现在哪怕是疗愈一个人，我影响的生命都是超越这个因为这一个人他可以去影响更多的生命，所以这个影响力它是倍增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也不用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很渺小。所以我疗愈了我妈妈，其实就在疗愈她整个世代的集体意识，不管是有关重男轻女，或者是有关父权社会的议题，我都会很感谢我做的每一部能量改写，它都是一个很庞大的能量运作，所以你在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开创。那到最后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补充什么的？你觉得就是你刚刚那样听下来，你觉得玛雅历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或是什么样的感受吗？或是你觉得玛雅历这个工具像什么？我觉得玛雅历它存在的意义比较像是，就像你一开始跟我说的，它给的都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这个大方向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足够的。那个足够指的是说，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知道玛雅13月亮历它的能量状态是如何，我发现我今天其实会活得很不一样耶，那个意识状态会很不一样。因为像以前的人会看农民历，他就可以知道今天该干嘛，就像到现在我只要搬一次家，我妈都会说你安床你就是要选时间。玛雅13月亮历就是一样的概念，我可以知道我今天的大方向的话，等于是说我真的是在跟能量层合作。虽然我还没办法去完整理解这整个20个印记在干嘛，可是随着你刚刚在跟我分享的过程，我稍微可以对应到，然后那个对应也可以让我去知道说 OK， 所以今天是你说什么白巫师，太阳的白巫师，然后你也说到今天其实很适合去做疗愈的事情，那我们跟着宇宙周期能量，它就可以加倍的去让这个疗愈扩张，那它就会是一个很棒有意识的跟宇宙合作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是值得深入去了解的。虽然我知道深入去了解它可能又花一段时间去学习，可是学完它可以蛮好去帮助自己的日常。这是我对玛雅13月亮历的理解。而且就是我当初学它也觉得它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讲到任何负面的东西就是它都是很正向的在诉说每一个印记。对，就有点像是今天地球有这些东西你要不要用？对，或是在讲这个人的印记是什么的时候，就不会像可能紫微斗数可能会有一些凶星或是什么的对，它就都是正向的东西。对，然后我也觉得每一个印记都有它的智慧，就像刚刚分享的黄太阳的智慧啊，还有红地球的智慧。对，就是我觉得这些智慧也让我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有很多新的看见。我觉得比较像是无论任何工具都是在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宇宙的周期。因为尤其我身边当然还是有很多很理性的人，就会觉得这个能量到底要怎么被看见，到底要怎么相信，可是很多时候就是从你的日常实践去明白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逻辑的人，我觉得你不妨也可以透由13月亮历里面在叙述的能量层运作来去验证你的生活，你去验证看看，活出那个样子看看，如果真的带给你生活有很多的推进跟显化的话，那这个就是无形中你也是在用不一样的视角活出你的生命，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工具其实都不嫌多，就像你也学会了很多很多工具，最终把它整合成魔法系疗愈师一样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框架，反而是用不同的视角。占星就是天体学嘛，然后玛雅13月亮历它其实就是宇宙不变的周期规律，那这些东西你都去了解的话，那你的生命会多好玩。没错。所以最后还要补充的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一样抽一张神谕卡牌，然后来给聆听这期 podcast 的听众指引跟祝福。我们今天抽的是月亮神谕卡，那给你抽一张。好，我想要选这一张，第一张。好，我刚才也是想选那一张你抽到了什么？他说预期会有重大改变，新月月食。哇塞，你觉得你感觉到了什么？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它虽然是黑黑的，但外面有很多七彩的颜色。对，就很像是我最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我跨出我的舒适圈的状态。就我看起来外面是黑的，可是其实那里充满了很多的光亮跟很多七彩的等着你的灵魂去体验，然后是你现在所想不到的一切。
对，所以感觉就是要分享给今天在收听或是收看的听众跟观众们，就是可能你在你所见的未来你会觉得它很黑暗，可能会觉得很多负面的东西或是很多焦虑的东西，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年有一段感觉，就是我们很常因为一个小小的负面的东西或是紧张焦虑的东西，我们就把其他的美好到不行的幸运到不行的一切就没有看到了。对，比方说你会忘记其实你生在一个很平安的国家，对，或者是你有很丰富的资源，你现在有自来水可以用，对，然后有很风和日丽的天气，就是你忘记其实你有很多很巨大的美好在你的身边，就只因为一些芝麻小事，就我们的人常常这样，对，但如果你把那个芝麻小事就是先放掉，然后去活在当下，体验感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感觉那一份感恩跟美好会为你的未来带来很多的新的共振，就是邀请大家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你的未来，因为感觉这张牌是它写着预期会有重大改变，然后给我的感觉是那个改变是很棒很棒的改变，对，因为它是你看是彩色的，对啊，对，其实真的是你在一个多黑暗的地方，那个光才会多明显，所以有些时候光是需要黑暗去衬托出来的，这也是新月的能量，你必须要重生，重生就很像是归零一样，对很多人来说归零是黑暗的一种，是很恐怖的事情，没错，因为归零很像是把你丢回一个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空间里面，可是反而就是回到那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你才会开始去激发出你的可能性是什么，这也是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新的意识去启动了我接下来想要在学院上面做的变化，所以这些变化最后整合完，我都发现说真的好棒，你真的是要来到那个我今天重新去定义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比自己想象的更好玩。然后我就有一句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前阵子有一个状态是忙碌到安逸，因为很忙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在往前，但也许你在往前的方向是一种幻象，是你又在舒适圈里面忙碌，但那并不是一个你真正要去走的方向，所以这个忙碌会让你进入到一个瞎忙的状态。所以我重新在过年期间停下来，停下脚步之后，我才发现到说没有，我其实能做的事情更多，但我之前没有那个时间去想，然后真的停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妈呀，我怎么把自己困在这里呢？我就是要开始做一些改变，然后开始去有个新的变化。所以这张卡牌也给大家这样子的祝福，希望无论今年的你们开始有更多人把身心灵工具落地的去使用也好，又或者是你刚学习一些身心灵的工具，无论如何你在做的所有每一步，它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去滋养你接下来的人生道路。所以今天也谢谢安子来上节目跟大家聊聊玛雅13月亮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在下面的资讯栏放上他的资讯，然后你们都可以上他的 IG 去看，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问题，然后看安子本人自己要不要回复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祝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其他地球玩家们一起升级我们的意识，你不是一个人，祝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拜拜。Hello 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秒秒能量疗愈学院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分别国内跟国外的课程活动工作坊，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导师培训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4月跟8月还有9月分别尼泊尔颂钵旅修团还有美国的雪士达川的旅修团目前已经全数满团，可是没有报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分别开2场的海外旅修，会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会在清迈带领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一趟巴厘岛的跨年旅修团，这次我会带大家到巴厘岛跨年。那这个活动资讯呢会是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开放大家报名，所以大家都可以
以随时关注官网上面的消息，还有我们的限时动态发布。在今年我只会有2场在台湾开课的时间，第一个是5月份，第二个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号到5月2号，我们会在台中举办与高我连结2阶式的深度实践课，5月3号在台北举办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号跟5月10号会回到台中展开7脉轮的课程。这2个课程分别有初阶跟进阶，它是完全可以分开报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报名的资讯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网上面看，都有详细的介绍。5月11跟12号会在台北带来金钱丰盛灵气课，在5月16到17号我们会举办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带领大家一起到宜兰的那山那谷。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到山谷跟溪流进行水火之间的能量仪式跟疗愈。那这些课程目前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报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网上面详细看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疗愈师培训计划，分别会结合臼井灵气的课程，时间呢会是1整年，但是主要的实体课会是在5月23到24、7月4号、5号、8月8号、9号。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课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更多的细节。那5月的行程很丰盛，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6月，而我也即将要飞往海外跟当地的朋友见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们，在6月3号我会举办颂钵音疗实验室，6月4号到5号是与高我连结的进阶跟初阶的工作坊，6月6号到6月7号是金钱丰盛灵气课。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我待在那里的1周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带到当地的你们。那结束后我会飞往澳洲，6月12到13号在墨尔本有与高我连结的课程，6月14是重启神经系统工作坊，6月18到19我会在雪梨开设7脉轮的初进阶课程，6月20到21号同样在雪梨有金钱丰盛灵气课，最后27到28号我们会在黄金海岸举办一个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号我们会在布里斯本的海岸边预定一个餐厅，让大家一起聚会聊天吃饭，来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长，跟在澳洲带着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心得，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小聚会。那详细的报名资讯跟完整的行程我们都已经整理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了，欢迎点进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们一起把能量带回我们的生活，也把自己带回自己，升级你的意识。地球只是一场游戏，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们之后见。